过年小姨邀请亲戚们一起打麻将娱乐一下，结果大家都上桌了，她却说不玩1块2块的，要玩就玩大的。亲戚们笑着问完多大才算大？小姨从包里拿出10捆现金扔到麻将桌上，胡一把1万，玩不起就算了。亲戚们都是一脸尴尬，说他们都玩不起这么大的，恭维小姨不愧是有本事的女强人，玩个麻将都这么大。小姨得意洋洋地享受着大家恭维的目光，教训我们平时一定要督促老公上进，没结婚的一定要嫁个有钱人，不然一辈子受穷，连1万1把的麻将都玩不起。这时，我缓缓走到麻将桌前，小姨，我陪你玩。你见我上桌，亲戚们都愣住了。小姨愕然了一下，立刻阴阳怪气地笑了起来。外甥女呀，你1个月才几千块钱工资啊？闹呢？我微微一笑，今年发了几万年终奖，够陪小姨玩几把了。我们都能看得出来，小姨玩的不是麻将，而是要显摆她有钱。我已经忍了小姨好几天了。放年假回来那天，我给我妈买了条金项链，小姨看到就教训我：“你妈就是个农村妇女，她佩戴金项链吗？别人看到也会当成假的，净花冤枉钱。”要不是我妈使劲拦着，当时我就跟她翻脸了。既然小姨连打麻将都要践踏我们这些穷亲戚的尊严，那我就没必要再把她当成亲戚了。哟呵，混得不错嘛！几万年终奖都快赶上我的几天的零花钱了，等会儿输光了可别哭。小姨脸上挂着明显的不屑，冷嘲热讽的又说了一句。我冷冷地看着她，为自己有这种亲戚感到恶心。每年都是这样，大家本来都开开心心的过个年，可小姨仗着自己嫁了个有钱的老头，整日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遇到谁都要教训2句，在外人面前显摆显摆也就算了，在我们这些亲人面前秀优越是什么心态？今天我不惯着她了，放心，我输得起，就怕小姨你输了不认账。面对小姨的冷嘲热讽，我也没客气，激将她道：“呵呵，10万8万的我还不放在眼里，你当我跟你一样啊？一年到头就靠那几万年终奖过日子。听你妈说要攒钱当嫁妆，男朋友是个没出息的穷小子吧？还要你出嫁妆？等下输光了可别哭。”小姨见我居然敢不尊重她，顿时冷笑了笑道：“她这句话一出口，其他的亲戚都不由得皱了下眉头。那有长辈对自己亲外甥女说这种话的？我懒得再跟小姨玩嘴上的功夫，当下对在场的亲戚道：“有愿意帮我们凑个局的吗？打麻将要4个人，只有我和小姨2个人，可玩不起来。”然而亲戚们见我和小姨已经较上了劲，都怕见一身血，纷纷摇头表示玩不起那么大的。小姨撇嘴翻白眼，一群胆小鬼，连1万1把的麻将都不敢玩，能干啥大事？对于她这副讨人嫌的嘴脸，亲戚们都是敢怒不敢言。我将众人的表情收入眼底，也没多说什么，而是眼睛微微一眯，对小姨说道：“麻将玩不成，要不咱们玩个刺激的？”小姨垂下眼角，轻哼了一声道：“玩什么刺激的？炸金花、德州、牌九、骰子，随便你选。”我等的就是她这句话，于是当下顺水推舟地说：“那就玩骰子吧，比大小，谁大谁赢，又快又刺激。”小姨嘴角立马勾起一抹得意的笑容。“好啊，这可是你自己选的，别后悔。”亲戚们齐齐向我投来惊讶的目光，因为他们都知道小姨以前是在商 K 上班的，经常赌，早就练了一手出神入化的摇骰子功夫，连身经百战的那些老板都摇不过她。跟她摇骰子，我这不是羊入虎口吗？我当然也知道小姨最擅长摇骰子，
但我还是要来了2副骰子中，并且按照小姨最常玩的玩法，里面放5颗骰子，等等。然而就在我准备开始的时候，小姨又喊住了我。我微皱了下眉头，怎么了？你钱呢？我的可都是放在桌子上了。小姨皮笑肉不笑的道。我说我没取现金，都在微信钱包里呢。说着，我就拿出手机给她看了一下。这年头，除了小姨这种故意在人前炫耀显摆的，正经人谁会一下子取那么多现金随身带着呀？5万是吧？不错，在年轻人里，年终奖算高的了，够我买个包了。小姨看到我微信钱包里的数字，满意的笑了笑，但眼中闪烁着明显的不屑之色。我冷笑了笑，没吱声，明白她不会放过每一个炫耀的机会，摇定离手，开。很快，小姨就拿起骰子中使劲摇了起来，哗啦啦的摇了足足半分钟，她才猛地拍在桌子上。我随意的摇了2下，也将骰子中放好。围观亲戚们的目光都紧紧盯着我们手中的骰子中。小姨自信地打开了自己的骰子中，3个6，3个5。我也同时打开了自己的骰子中，1、2、3、4、5。我输了，哈哈！小姑娘家家的不知深浅，敢跟我玩骰子？小姨得意的哈哈大笑。我没吱声，默默给小姨赚了1万。红霞，孩子也就是随口说说，玩这一局就算了，一转眼我就没了1万。我妈有些肉疼，犹豫了下，便用乞求的眼神看着小姨道。小姨不高兴了，横着白眼说：老大，你当我外甥女跟你个农村妇女一样啊？她好歹也是在城里给人打工见过世面的，1万块钱算啥？不还有4万的吗？你别捣乱。小姨对我妈的态度一向如此，完全没有妹妹对姐姐的基本尊重，一口一个农村妇女，连姐都不喊一声。她完全忘了，当年要不是我妈把读书的机会让给她，她根本不会有今天。妈，放心，5万块钱我还输得起，大不了明年再挣呗。我给了我妈一个安慰的眼神。哎，我妈知道我性子倔强，当着众亲戚的面也不好让我下不来台，只能叹了一口气，继续。我拿起骰子中又跟小姨玩了第2局，结果还是我输。第3局、第4局、第5局的结果也一样。很快我就输光了微信里的5万块钱。哈哈，外甥女你真孝顺啊，这5万块钱就当你孝敬了。回头我带你去夜店里长长见识。小姨这会儿别提多得意了，大笑着就要收钱走人。等等，而这时我却喊住了她，怎么还想玩？我点了点头。小姨眉头一挑，你都没钱了还玩什么？咱们虽说是娱乐，可也不兴借钱玩的。我笑笑说，用不着借钱，我卡里还有30万呢。死丫头，你疯了？那可是给你准备的嫁妆，不能动。小姨还没来得及开口，我妈就急了，一脸慌张地拍了下大腿，呵斥我道：老大，你咋呼啥？瞧你那点格局，我外甥女想玩，今天我就陪她玩个够。小姨当即指着我妈的鼻子阴笑道：你想气死我呀？我跟你爸辛苦了一辈子才给你攒了那些嫁妆，你要一下子全部输光了，以后结婚了会受气的。我妈不敢跟小姨说什么，转头冲我喊道。我没听我妈的劝，直接当着小姨的面把30万全部充进了微信的钱包里。外甥女，1万1把太麻烦了，我看不如咱们再玩大点。看到我又有了30万，小姨笑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，眼珠子一转，当下又说道。我平静地问，你想玩多大的？小姨伸出2根食指交叉着在我面前比划了一下，10万一局怎么样？咱们3局定输赢。我知道他是想再摇3次骰子就把我手里的30万全部赢走。
不过我等的就是他加注。好，于是我直接答应了下来。见我和小姨竟然加注到了一局10万，亲戚们都倒抽了口冷气，纷纷说我们玩太大了，都是亲戚，没必要这样。我妈更是直接慌了，冲过来给我后脑勺一巴掌：“死丫头，你疯了呀！真要把我们的家底输光才罢休吗？你小姨天天玩，谁不知道她是电影里的赌神啊？你一个小丫头片子，跟你小姨较什么劲？”我听得出来，我妈表面是在骂我，其实是想让我知难而退，跟小姨服个软。毕竟30万在小姨眼里可能不算什么，可那是我们的家底，我输不起的。老大，你烦不烦？都说了我大外甥女跟你格局不一样，30万而已，她还年轻，以后有的是机会挣。小姨不耐烦地瞥了我妈一眼，明里夸我，实则是怕我退缩不继续玩。大姐，大过年的，你就让大外甥女好好玩玩吧，你再捣乱，可就坏规矩了。这时，一身老人味儿的小姨父也跟着不高兴走了过来，埋怨着我妈的不是。小姨，不用管我妈，咱们继续。我眼中闪过一抹冷意，但我什么都没说，招呼着小姨赶紧摇骰子钟。很快，小姨又得意地摇好了骰子钟，我也同时摇好离手。可惜了，差一点豹子。小姨率先打开骰子钟，4个6，1个5，明明很大了，她却很凡尔赛地咂巴了下嘴，一脸可惜的道：“亲戚们都瞪大了眼睛，等着我开钟。这一局可是10万，我再输，可就真的输大发了。”我也没墨迹，马上就开了骰子钟。下一刻，当众人看到我的骰子点数，全都是瞳孔一缩，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。5个6的豹子，我赢了！这一局，我不但把刚才输的5万全都赢了回来，还多了5万，走狗屎运了！居然摇到了豹子。小姨看到我的骰子点数，脸色难看地撇了撇嘴。我没有嘚瑟，故作庆幸的道：“确实是运气。那小姨还要继续吗？”“当然继续。”小姨蹙着眉头，把刚才我输给她的那5万又赚了回来，又给了我5捆现金，继续摇骰子钟。不过她这一次足足摇了1分钟才放下。骰子钟打开以后，小姨3个6，2个5，比上一局还小一点，而我仍旧是豹子。她又输了，我又赢了10万，运气不错呀！居然又摇到了豹子。小姨的脸色开始变得难看了，她就是那种典型赢了上嘴脸，只要一输，立马就会上脸的人。你现金不够了，小姨，要转账吗？我没跟她客气，指了指她面前剩下的5万现金。哼，还用不着动卡，等着。小姨冷哼了一声，马上去把放在车上后备箱里的那30万现金都拿了过来。数了10捆给我后，他一摆手，继续。这局我仍然是豹子。小姨的额头开始冒汗了。我不信你能连续摇3把豹子。不情愿的又数给我10捆现金后，小姨阴沉着脸道：“然而第3局我仍然是豹子。”而她摇了半天，还是小一点。小姨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了，紧皱着眉头道：“你这妮子是不是出老千了？怎么可能连续3把摇到豹子？”我直接把自己的骰子钟推到了小姨面前，要不换换？小姨愣了下，马上把自己的骰子钟推到了我面前。我不信你还能再摇个豹子出来。我轻笑着说：“你现金已经不够再玩2次了，要不一局定输赢？”小姨估计没想到我竟然主动要求加注，眼皮顿时一跳，刚要开口说点什么，就被我追着打断了。玩不起就算了，谁玩不起了？臭丫头，你阴阳谁呢？15万就15万！小姨猛拍了下桌子，红着眼睛把剩下的15万现金推了出来。
很快，下一局开始了。小姨用我刚才用的骰子中摇了好一会儿才停手，我跟前面一样，随意的摇晃了2下就停手了。我们几乎同时打开骰子中。围观的亲戚们看到点数，全都傻眼了，因为小姨的点数还不如刚才的5个5，而我仍旧是豹子。小姨的眼珠子瞪得像铜铃，这不可能，你怎么又是豹子？我轻飘飘地说，可能老天爷眷顾吧，幸运。说着，我就将小姨面前剩下的15万搂到了自己面前，前后不到10分钟，小姨的40万现金就全都到了我手里。小姨的脸一下子黑了，但我并没有放过她的意思，趁着她还没反应过来，又说道：“要不今天就玩到这里算了。小姨，你都没钱了，谁说我没钱了？”继续。小姨一下子急了，猛地抬头冲我吼道：“这是输急眼了！”我看得出来，她这会儿已经成了上头的赌徒，不把那40万赢回去，不输个倾家荡产，她是不会罢休的。话音落下，小姨就拍出了一张银行卡，脸红脖子粗的叫嚣道：“我卡里有500万，有能耐，你全赢走！不行，不能再继续玩下去了。”然而这时，小姨父却冲过来拦住了小姨：“卡里的500万是我们年前结的货款，过完年还要进货给员工发工资呢。你要都输了，咱们的公司还干不干了？”小姨父几乎是吼着对小姨说的这句话，试图拉回已经上头的小姨。然而一个赌红眼上头的赌徒是不可能听进去任何人劝告的。死老头，你咒老娘输啊！我办事的时候你别插嘴，滚蛋！小姨扭头就甩了小姨父一巴掌，愤怒的道：“我也跟着加了把火，冷着脸对小姨父道：‘姨父，你什么意思？刚才我输的时候，你要我们好好玩，我妈多句嘴你就嫌坏规矩，怎么？我小姨什么都得听你的呗？’我知道小姨父因为年纪大，身子骨早就不行了，所以小姨的脾气很暴躁。她也因为羞于启齿，平时很怕小姨。你这孩子心眼咋这么坏？对长辈这么没礼貌吗？”年近60的小姨父脸色青一块紫一块，无法反驳我的话，立马摆出长辈的身份指责我。我根本不吃他这一套，直接对小姨说：“小姨，你就说还玩不玩得起吧？怕输没关系，咱们今天就到此为止。”小姨仿佛丢了天大的面子，阴沉着脸冲小姨父喊道：“你给老娘闭嘴，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！”然后大手对我一挥，继续。我心头冷笑，因为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不过，为了防止小姨耍赖，我又确认了一下规矩。我想问清楚，如果咱们摇到同点了，怎么算输赢？小姨不假思索的道：“当然是庄赢了，上一局谁赢谁坐庄。”好，那没事儿了。紧接着，我们开了一局又一局。小姨每次都输，不过我没再每次都摇豹子了，每次都是只比小姨大一点，老娘就不信这个邪了。继续，小姨彻底上头，额头上的汗就没停过，脸上的妆都进花了。输完一局后，她又招呼我继续下一局，然而这时我却冷冷的道：“小姨，你没钱了。”前后其实也就过了半个小时，但这种玩法很快，500万根本就经不起输。什么？小姨愕然抬起头，一查银行卡的余额，神色肉眼可见的慌乱了起来。我淡笑道：“算了，就这样吧，谢谢小姨的540万了。这下我妈就不用再操心我以后结婚没嫁妆。不能算了，哪有赢了就跑的？”结果小姨瞪着血红的眼睛看着我，愤怒地喊道：“我双手一摊，可是小姨你已经没有本钱了呀！”啪！小姨直接把自己奔驰大 G 的钥匙拍在了我面前。我这辆车值300万，
我摇头说：“小姨，你不知道车贬值最快了吗？你都开1年了，现在最多值200万。”小姨咬了咬牙：“200万就200万，那也够玩的了。”我还是摇头，这没法玩。咱们都是一局一结算，你这车咋结算？小姨想发火，但现在所有的主动权都在我手上，她有怒也不敢发作，于是铁青着脸问我：“那你想咋玩？”我笑笑说：“这很简单啊，别说我没给你机会，现在我手里一共有580万，你只要拿出价值这个数的资产，咱们一局定输赢。”小姨顿时犹豫了起来，虽说一下子被我赢走了540万，她的心在滴血，可公司还在，房子和车子都在，回头只要用这些固定资产去做贷款，照样能把公司运营起来。若是再把剩下的固定资产都搭进去了，她可就真的家破人亡了。不敢就算了，就这样吧。我也累得不想玩了。见小姨犹豫，我立马补刀加火：“我玩。”小姨就怕我不玩，当即咬了咬牙，转头去把小姨夫的包夺了过来，掏出房本一并拍在了桌子上。我咂巴了下嘴：“小姨，你这套房市价也就100多万，算你200万，但还是不够啊！你疯了呀？要是房子输了，咱们以后日子还过不过了？”见小姨已经红了眼，小姨夫也急了，想要终止这场已经变了味儿的赌局。红霞，算了吧，大家都是亲戚，没必要赌家产。亲戚们也都好心的劝小姨：“你们装什么好人？老娘都输500多万了，不继续，我那500多万岂不是白白搭进去了？”然而小姨根本不领情，冲着亲戚们龇牙咧嘴：“我这块绿水鬼的表也值几十万。”说着，小姨把自己的手表也摘下来扔到了桌子上，但距离我手上的资金还是不够。闺女，差不多就行了。你还真要让你小姨押上所有的东西凑够580万呢？她可是你亲小姨。眼看着小姨还要继续找东西压住，我妈有些看不下去了，凑到我身边拉了拉我。我目光坚定地摇了摇头，对小姨说：“赌桌上无亲戚。”是吧，小姨？我妈心软，可我不会心软，因为在小姨一口一个喊我妈农村妇女，不把她当姐姐的时候，我就已经不当她是小姨了。再说了，我早就看不惯她那在亲戚面前高高在上，逮谁就教训谁的嘴脸了。不错，赌场上没有亲戚，咱们必须赌完最后一局。听我那么一说，小姨当即表示赞成我的说法，把你的金项链和手表也都拿过来。小姨摘了手表，又摘了自己脖子上戴的金链子，然后目光看向小姨父。小姨父脖子里的金链子跟狗链子一样粗，按照现在的金价，所有资产加起来就已经超过了600万。不行，要是再输，我就没钱养老了。小姨父坚决不肯把自己身上的东西取下来，别逼老娘动手。然而小姨此时已经完全没了理智，红着眼睛冲小姨父杀气腾腾的道：“再说了，最后一局我会赢回来的，你忘了老娘以前是干什么的了？”同时又信誓旦旦地保证道。小姨父不相信地问：“你怎么保证赢？”小姨斜眼看了看我，然后趴在小姨父耳朵旁说了一句悄悄话，也不知道小姨说了什么。小姨父听了之后，眼睛直冒金光，他不但眉开眼笑地把身上所有的金首饰取了下来，连平时当成宝的玻璃种翡翠观音也取了下来。他戴的玻璃种翡翠观音很贵，小姨曾经跟我们炫耀说几百万买的。现在所有的东西加起来，总价值已经达到了1000多万。可以说，小姨已经押上了所有的身家。柳青雪，现在我所有的财产加起来已经达到了1000万，你也要拿出同等的资金才行。
事情到了这个份上，小姨终于暴露出了真正的算计，一脸阴笑着，连外甥女也不喊了，直呼我的名字道：“我有些意外，没想到小姨还有这种操作。现在的性质已经跟最开始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。若是我拿不出同等的资金，就意味着我输了。我得乖乖地返还那赢来的540万才行，不然我会被唾沫星子淹死。”小姨很了解我家的情况，知道我现在手里即便握着整整575万的资金，也是凑不够1000万的。女儿，要不你还是把那540万还给你小姨吧。我妈满脸无奈，不想再让我和小姨继续斗下去了。其他的亲戚们也都是一脸遗憾，都觉得我不可能凑够1000万跟小姨继续刚了。不过我却默默地掏出了手机，开始操作某贝、某花、某微，但凡是有额度的，我全都撸了出来。还有几张信用卡，无视手续费，直接提现。然而最后加起来只有20万，距离1000万还整整差了400万。沐晨，手上有多少钱？先借我用一下。稍作犹豫，我给微信里一个置顶的联系人发了一条消息，不到1分钟就来了一条短信，提示200万元已经到账。我吓了一跳，没想到沐晨居然有这么多钱，关键他还放心地借给我了。可即便如此，仍旧还差200万。柳清雪，想不到你人脉还挺广，居然能借到这么多钱。不过你有没有想过，若是输了，你这辈子可就万劫不复了，永远生活在还债里。见我忙活了半天，还是没凑够1000万。小姨又得意地笑了起来。我抬头不在意地轻笑道：“不用你提醒，就算还一辈子债，今天我也会跟你玩最后一局。我懂他的如意算盘，不就是要用钱砸得我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吗？不可能的，真让他得逞，我们一家子恐怕以后就不是被他践踏尊严那么简单了。”呵呵，小姨嗤笑了一声。柳清雪，我不妨也给你个机会，若是把我那540万还回来，我可以当作今天什么事都没发生。我一下子也来了脾气，不需要。女儿啊，你收手吧。你小姨是有本事的人，就算她输1000万，她也输得起。可咱们真的输不起。先前你小姨没有看不起我们的意思，见我还不罢休地跟小姨硬刚，我妈急得直掉眼泪，拉着我苦口婆心地劝道。然而我还没开口，小姨就不屑地指着我妈道：“我就是瞧不起你这个劲儿，从小到大你都是个窝囊废。”我妈浑身一哆嗦，满眼乞求的道：“红霞，我知道姐没本事帮你，可你能不能别再难为孩子了？我求你了行吗？”小姨一脸的不耐烦。哼，机会我给过他了，是他自己要作死，简直跟你一样，没本事还死犟，怪不得我。我冷冷地看着小姨，若不是公共场合，凭他对我妈的这个态度，我就能上去扇他2个嘴巴。清雪，我这里有30万，本来打算过完年盖新房的，不过你小姨实在欺人太甚了，你先拿着用。我这里只有20万，也都借给你用。我也有15万。哼，瞧不起谁呢？然而还不等我开口，小姨的话似乎引起了亲戚们的公愤，纷纷拿出手机给我转账。虽然大家的钱不多，而且也都是有大用的钱，可人多力量大，不一会儿的功夫就给我凑够了1000万。我感激地看了亲戚们一眼，然后手一挥，冲小姨喊道：“我钱够了，开始吧。怕你呀，开始就开始。”小姨正一脸惊讶地看着亲戚们，听到我的喊声才反应过来，恨恨地扫了亲戚们一眼后，咬着牙应道：“我的目的已经达成。”当下就没再墨迹，马上拿起骰子盅和小姨同时摇了起来。这一次，
小姨足足摇了5分钟，才将骰子盅放下来，然后直接打开，5个6，豹子，哈哈，我赢了！小姨瞬间大喜，激动的直接跳了起来。小姨父看到也跟着面色一喜，外甥女，快把我们那540万还回来吧！我笑了，谁说你赢了？话音落下，我便缓缓打开了自己的骰子盅。在我开盅的时候，小姨两口子的目光同时死死盯着，就连亲戚们也都屏住了呼吸。5个6，我也是豹子，但按照规则，我是庄家，所以是我赢了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小姨整个人一下子瘫软在了地上，面如死灰的喃喃道：“天哪，这下我们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”小姨父更是蹲在地上哭天抢地地喊了起来。然而这时，小姨忽然从地上爬起来，冲我愤怒地喊道：“不对，你肯定出老千了！”我笑着说：“小姨，你说话可是要负责的，大家都在看着，你也看着，我怎么出老千了？你一个给人打工的文员，怎么可能摇出那么多豹子？除非你出老千，要不就是骰子有问题。”小姨瞪着充血的眼睛，有些歇斯底里地吼道。我看着已经有些崩溃的小姨，无辜地摊手道：“小姨，你之前也说了，我走了狗屎运，运气好没办法。而且我用的骰子还有骰子盅，都是你之前用过的。事实上，我还真的出千了。正如小姨说的那样，没有人会运气好到一直摇出豹子的，甚至就在半年前，我都还根本不会摇骰子，更不会赌。可就在半年前，我的女老板带我去商 K 去谈一个项目，还给我点了个男模。结果我发现，陪我的男模摇骰子从来没输过，老板觉得丢了面子，在酒精的刺激下要把男模就地正法。那男模苦苦求饶，老板都不肯罢休。我实在看不惯，就拼着丢掉工作替男模解围，没让老板得逞。老板大怒之下，直接炒了我的鱿鱼。然而我却因祸得福，得到了男模的报答。他叫沐尘，他告诉我他是千门的8将之一，不过已经金盆洗手了。我有些好奇，就多了解了一下，然后才知道所谓的千门8将其实就是老千，而且他也根本不是什么男模，而是对我一见钟情，就假装男模混进了我们的包厢，一来二去的，我们就成了男女朋友的关系。我自己创业后，沐尘见我应酬多，他心疼我喝太多酒，就专门教了我一手摇骰子的功夫，防止别人在酒桌上用玩游戏的方式灌我酒。跟真正的高手，我肯定没法比，但对付小姨这种半吊子，我的功夫足够了。刚才跟小姨摇骰子的时候，一直在用手法控制着骰子的点数。小姨哑口无言地待在了原地，沉默了好一会儿。她仿佛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似的，忽然换上一副笑脸，对我谄媚道：“外甥女呀，是我错怪你了。咱们是亲戚，而且是有血缘关系的。刚才的赌局就当娱乐了，把钱和东西都还给小姨吧。对对，清雪呀，说到底，咱们其实就是一家人。刚才的事就是娱乐一下嘛，当不得真。你忘了，你读大学的时候，你小姨还借过你学费呢。做人可不能忘本呀。”哭丧着脸的小姨父听到小姨的话，也是眼前一亮，连忙凑过来喊着我的名字，笑眯眯地说道：“呵呵。”我顿时冷笑了起来。要不说小姨无耻呢，她这会儿想起来我们是亲戚了。以前践踏我们尊严的时候呢，不提借钱的事还好，一想起这事，我就气得浑身发抖。当年我刚考上大学的时候，正赶上我爸重病住院，花光了积蓄，为了让我顺利去读大学，我妈在小姨家门口跪了一夜，才借到5000块钱。可那5000块钱还是有利息的，而且比高利贷还狠，
借5000，还了他1万。要不是后来我申请了助学贷款，我们一家子只怕到现在还要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。那个时候，他怎么不想着我们是亲戚？小姨，你之前也说了，赌桌上无亲戚，东西和钱是不可能还给你的。于是我直接拒绝了他们两口子的道德绑架。你怎么能这样？我说了，咱们就是娱乐，快把老娘的钱转回来。小姨一下子变了脸，直接厚颜无耻地把桌上的车钥匙、房本都抢了回去。小姨夫更是无耻地将那些首饰搂在怀里，整个人压在上面嗷嗷叫唤。你们评评理，外甥女算计亲小姨的家产，她柳青雪年纪轻轻的就是个蛇蝎心肠的坏女人，看到他们撒泼耍混，直接不认账了。亲戚们都是满眼的鄙夷，做人做到他们如此不要脸的份儿上，也是没谁了。不过我丝毫不慌，静静地看着他们无耻的表演，因为他们两口子似乎忘记这里是什么地方了。我们并不是在家里玩的，这里是澳门的场子。我们一大家子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，其实也是小姨喊来的。就在过年的前2天，小姨就组织了我们所有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们来到了澳门。来之前，小姨两口子说得很好听，说是今年挣了不少钱，打算带我们这群亲戚旅游过年，而且费用他全包。淳朴的亲戚们都当了真，还以为小姨子两口子良心发现了。只有我觉得事情不简单。果然，我上厕所的时候听到了小姨和小姨夫的密谋。他们悄悄说，今年亲戚们都挣了不少钱，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。他浑身都感觉不自在，得想法把所有人的钱弄到他们手里。按照计划，待所有人来到澳门之后，他们2个将把我们带到了厂子里。在澳门玩什么都是合法的。一开始，小姨是打算让亲戚们轮流上桌，赢光我们手里所有钱的。可她太心急，也嫌麻烦，一下子把赌注抬得太大，吓得大部分人都不敢陪她玩了。而我的出现，则是让她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可以说，小姨一开始就打算让我们这些亲戚全都倾家荡产的。对于这种心思歹毒的人，我自然不会对他心软。经理，他们赖账怎么办？我没理会小姨两口子耍混，直接喊来了厂子里的经理。要知道，在这里玩，厂子里的管理者们会替你解决一切麻烦。保安经理了解了下大概情况以后，也没墨迹，直接喊来了一群保安。其实都是打手，他们对付老赖有的是手段。一群保安直接从小姨两口子的手里强行夺回了我的战利品，然后又将2人扔出了场子。清雪，你真是好样的，我们这么多年的恶气都被你出了。看着小姨两口子狼狈不堪地被丢出去，亲戚们非但没有再替他们说情，反而都是一脸解恨地对我笑道。而小姨两口子此时已经身无分文了，连回家的机票都买不了了，以后他们只能靠乞讨为生。对此，我毫不意外，毕竟平时小姨践踏的不仅仅是我们一家的尊严，在场的所有亲戚都被他欺压过，更何况我也将小姨两口子的阴谋提前告诉了所有人，不然也不会没人陪小姨玩。我只想说，像小姨两口子这种有点钱就践踏亲戚们的尊严，甚至狠心地算计着让所有亲戚都倾家荡产的坏人，他们如今的下场完全是活该。厂子的经理很快帮我处理好了各种财产过户的事宜，不亏是合法专业的厂子，什么事都能处理。我先把那540万给大家分了，回头等房子、车子还有各种首饰卖掉以后再分一次。我没有吃独食，我将所有从小姨手里搞过来的财产
平均分配给了所有的亲戚。从此以后，我们都不会再被小姨恶心到了。这就叫因果报应。接下来，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。我在门后看着我的老公为了一条鱼和婆婆撒娇，有些不可置信。这还是那个平时对我轻言细语、关心我会不会孕吐难受、事事都会为我着想的老公吗？他是有多爱吃这条鱼？我一个孕妇都没他馋。母子俩看到站在门口的我，都有些不知所措。婆婆急忙扶着我：“甜甜，你醒了，还难受不？”老公也意识到自己的窘迫：“甜儿，你别误会，我刚才和妈说要给你做鱼呢。”我真无语，他是觉得我是一孕变傻，还是他傻？老公，我闻不得腥味。哎呀，我怎么把这个忘了？都是我的错。老公说着就当着婆婆的面要亲我，被我侧过身躲了过去。婆婆适时开口：“甜甜，你过来，看妈都给你做啥了。”我看着一桌菜，有板栗鸡翅、牛肉豆角、狮子头，还有我最喜欢的排骨汤。我满脸感动，坦白说，公婆对我真的是没话说，简直是把我当女儿宠。谈恋爱时，我每次去李明他们家，公婆都会热情招待，而且他们家的氛围极好，是我以前没有享受过的生活。婆婆当时就说：“甜甜，你放心，等你嫁过来，你就是我的另一个女儿。”我是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，从小跟着我爸生活。我爸整天忙着挣钱给我攒学费，陪在我身边的时间很少，所以我就特别向往这种温馨和睦的生活。晚上吃完饭，婆婆收拾完就回自己家了。李明洗完澡凑到我身边：“宝宝，你今天生气了？”看我没开口，李明继续说道：“你是不是听见我让我妈做鱼了？”我坐起身看着李明：“我今天可听见了，你想吃松鼠桂鱼。”李明眼中出现一丝尴尬：“你还说是不是又在偷偷笑话我？”“我这不是为了你们娘俩，我听他们说怀孕吃鱼对孕妇和宝宝都好，我这才央求我妈。你个小没良心的，不许笑话我，听到没？”我将信将疑，好像确实有这个说法。见我相信，李明又继续：“宝宝明天回我妈家，让我妈给咱做一条鱼吃。你看你都瘦了，老公心疼。”我是真的闻不了一点腥味，可能是怀孕比较敏感，家里不能出现一点腥味。老公，要不算了吧，我也不是很想吃，我一闻到那个味道就想吐。听了我的话，李明脸色骤变：“苏甜，我看你就是不爱我，就连吃一条鱼这么小小的心愿你都不能满足，何况这都是为了你和宝宝。”说着不管不顾下了床。我真是看错你了，以前你温柔体贴，怀个孕变得不可理喻起来了，你好好想想吧。啪的一声，门被打开，又很快被关住，我都懵了。我和李明就这样吵架了，竟然是为了条鱼。我和李明是今年3月结的婚，我们是经朋友介绍的。初见李明，他就给人一种很可靠的感觉，1.83米的身高，身材魁梧，又是个健谈的人。整个相处过程我们都感觉很好，相处半年我们就结婚了。结婚后我们也恩爱，只是有一点，我老公特别爱吃，每次都爱报菜名，让我做给他吃。我记得有一次他给我发来菜单，有点繁琐，家里也没有那么多食材，我就随便做了点。李明回来看到桌子上的菜，立马垮脸：“怎么没按照我给你发的菜单做呢？”我当时也没在意，只以为他没有吃到自己喜欢的食物而不开心，家里没菜了，等下次我再做。李明却甩开我的手，饭也没吃就回卧室了。那是他第一次和我生气，而今天又一次为了吃东西和我吵架。第二天我醒来头就有点沉，可能昨天没睡好的原因。出了房门我就看到
李明已经把早餐摆上桌了。甜甜，快过来，我买了你最喜欢的小笼包。看到李明这样，我又有点愧疚，走过去抱住了他。老公，对不起，昨天我说话有点冲。李明摸了摸我的头，是我说话不过脑，惹我们家宝宝生气了。老公给你赔罪。我被他逗笑，讨厌，有你这样赔罪的吗？吃完早饭，李明就去上班了。李明在一家建筑单位上班，说来我们是同行，只是不在一个单位。婚后，我和李明本来没打算这么早要小孩，是婆婆总说什么我这个年龄要孩子正好，他们老两口现在也硬朗，能替我们搭把手。我一想也是这么个理，怀孕后我就在家待产，本来打算快生的时候再辞职不干。婆婆和李明又苦口婆心地劝我，开始说是不安全，不放心我一个人。我没松口，又开始说单位打印机太多了，每天又对着电脑有辐射，对孕妇不好。我上网查了查资料，确实有辐射。为了肚里的孩子就辞了职，现在每天不是公园逛逛，就是给李明做饭。我还挺享受做饭这个过程的，以前是没人给做，不得不做，现在也习惯了。转眼我怀孕3个月了。这天李明陪我检查完就说单位有事，匆匆离开了。说起来最近李明有点奇怪，每天总是早出晚归的，还时不时看手机。每次叫他好几遍，他才答应。从那天松鼠桂鱼开始，我就隐隐觉得不对劲，又觉得是不是自己想多了。果真待在家里看什么都不对劲。从医院出来，我买了点水果，准备去婆婆家。婆婆家离医院也不是很远，走着差不多15分钟就过去了。到了婆婆家，我准备敲门时，听到里面有争执的声音。好奇心驱使下，我贴着门板偷听了起来。妈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每天还要讨好他。是李明的声音，他不是单位有急事吗？怎么来婆婆这了？还有这个，他不会是我吧？妈不是告诉过你了吗？再忍忍，他现在3个月刚做稳胎，你再坚持2个月，孩子月份到时候大了，他打都不能打。李明不耐烦的声音响起，可我一天也不想伺候他了。您不知道，没那个公主命，还这不吃那不吃，每天把自己当个保护动物似的。怀孕她想上班就让她上呗，您还拦着？你看看现在，傻儿子，让她上班接触的人多了，心能在你这。现在每天在家，她只能关注你。你稍微对他好一点，他就感激涕零的。像他这种单亲家庭出来的孩子，自卑又缺爱，他那爸又是个废物。你只要对他好，还不是你勾勾手指的事？等他把孩子生下来，还不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？就算他想和你闹，为了孩子，他也不得不忍下去。听你妈的没错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竟然还有公公，听到他们的对话，我身体不受控制的颤抖。这一家吃人不吐骨头的畜生，原来他们打的是这个算盘。该怎么办？到底怎么办？眼泪却不自觉地往下流。我拿起手机想报警，准备打时，我反应过来，我有什么证据吗？我只是听到了他们的谈话，又没有实质性证据。我不由怪自己刚才竟然没有录音。好吧，但是我告诉您，你必须每天去我那做饭，他做的饭难吃死了，我还要每天夸他做得好，我都快烦死了。好，好，妈都知道了。行了，我得走了。我告诉他单位有事，不能暴露。听到李明的话，我急急地跑到了楼梯间，捂着嘴，生怕发出一点声音。看着李明进了电梯，我才敢长出一口气，浑浑噩噩地出了小区。我却不知道该去哪，和李明的那个家，我现在只要想起来就觉得恶心。不知不觉到了我爸在城西的家，这是我爸租的一间屋子。为了离上班的地方近，
看到门上的锁，我忍不住大哭起来。周围的人对着我窃窃私语，我一点也不在乎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一只手拍了拍我的肩膀：甜甜，你咋在这呢？听到爸爸的声音，我抬起头：爸，你怎么才回来？我爸有些奇怪地看着我：平时不都是这个点吗？你咋哭了？和李明吵架了？听了爸爸的话，我刚咽下去的眼泪又忍不住流了下。没事，就是太久没看到您，想您了。进了房间，我才看到只有一张单人床和几箱方便面。您平时就吃这个？我抬眼看着爸爸常年一身绿的工作服，您就这一身衣服？我爸有点不好意思的挠头，这不是为了方便，对付一口就行。说着揪起袖子，别看这衣服结实好穿，你别操心了。你怎么来爸爸这了？我有想和我爸和盘托出的冲动，让他知道李明一家的真实面目，但我又不敢保证我爸听到后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。我妈当初就是打算和人跑，被我爸发现，我爸一怒之下把那情夫打个半死，最后婚也离了，还赔了人家不少钱。没事，就来看看您，那我就走了。您好好照顾自己。我往枕头下压了2000块钱，就准备离开。我爸似有察觉地问我：甜甜，没发生什么事吧？爸爸虽然没什么大本事，但你有啥委屈告诉爸，我替你出头。没事，我好着呢。李明一家对我很好，您又不是不知道。行了，我走了。出门我就往我和李明的家赶去。既然已经知道他们家的真实目的，肯定是要离婚的，还有肚子里的孩子，得尽快流掉。他们既然想拿孩子要挟我，那就让他们计划先落空。等我回到家时，就看到李明和婆婆坐在沙发前看电视。婆婆亲切地过来问我：甜甜去哪了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我看着婆婆这张虚伪的脸，如果没有白天的那些话，谁能知道她和善的外表下有着一颗多么肮脏的心？我忍着恶心。我去了我爸那一趟，告诉他这个好消息，原来是去亲家爸那了。快洗手吃饭。李明腿耷拉在沙发上，似有抱怨。是呀，老婆快点洗手，该吃饭了。我和妈都等你半个小时了。晚上睡觉时，李明告诉我，婆婆从明天开始每天都会过来给我们做饭。那不好吧？婆婆是不是太辛苦了？李明却无所谓。我妈也是怕你太辛苦了，你在家也无聊，正好我妈每天能陪着你，一举两得多好。说是过来陪我，实则是监视。这样一来，去医院恐怕没那么容易。老公，你看这样，我每天去爸妈那也是一样的。李明却不高兴。苏甜，我妈都没嫌麻烦，你怎么还挑三拣四的？从那天起，婆婆就算在我们家住下了，其实也不算完全住。等晚上李明回来的时候，婆婆吃完饭就会回去。每天除了上厕所的时间属于我，其他时间我都在他们家的视线范围内。我心里有些着急，我可以慢慢等，但是肚子里的孩子等不了，我得想个办法。于是这天我和婆婆说肚子有点不舒服，想去医院看看。婆婆倒也没怀疑，陪着我到了医院。等叫号时，我告诉婆婆想喝水，让婆婆帮我买瓶水。等婆婆走了，我快速咨询了前台护士，我挂了一个明天的号。等回到座位时，正好碰到买水回来的婆婆。婆婆问我检查结果怎么样，我告诉她结果明天才能出来。婆婆还埋怨现在的医院真是麻烦，并没有怀疑我说的是真是假。那妈明天再陪你过来。第二天我准备想个办法支走婆婆时，公公的电话来了。公公电话里催得很急，婆婆着急忙慌地叮嘱我注意安全，就走了。早在婆婆和公公讲电话时，
我就已经打好了车，我以最快的速度到了医院。我要赶在婆婆来之前打掉她。半个小时后，我从手术室出来，姗姗来迟的婆婆察觉出了不对劲。甜甜，你的脸色咋这么白？检查结果怎么样了？我坐在椅子上往后仰了仰。我把孩子打掉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婆婆有些激动地揪着我的衣领。我说我把孩子打掉了，这样够清楚吗？婆婆放开了我，坐在地上痛哭。我的孙子啊，我的孙子就这样没了。不行，我要打电话给明明，让他来处置你这个贱人。婆婆说着，拿起手机就开始打电话。我看到她这样，我突然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。我擦了擦眼角的泪，怎么回事？我明明应该开心的呀！哈哈，好痛快呀！很快李明就过来了。婆婆看到儿子过来，立马告状。她听到我把孩子流掉了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随后又转为愤怒，快速地朝我走来。为什么？我抬眼看着愤怒到极点的李明，你猜？啪一个耳光打在我的脸上。你竟然私自打掉孩子，还理直气壮的！苏甜，你到底有没有心？我家对你不好吗？自从你嫁过来，我们什么好的都紧着你，吃好的穿好的。怀孕以后，我妈更是每天过来给你做饭。你有啥不知足的？你哪怕告诉我一声。我摸了摸发烫的脸颊，真狠呐！这一巴掌最起码用了8分力，这是把这几个月的不满都发泄出来了吧？你好意思说？我还不好意思听呢。你问我为什么？你们还是自己想想为什么吧。婆婆看我们没说出个所以然，就开始哭喊了。李明，这胎妈妈找大师算过，是个男孩啊。说着还不忘指着我，朝着众人开始骂。因为婆婆的原因，我成了别人朋友圈的热门事件主角。大家给评评理，这是我儿媳妇，我们一家都快把她当成祖宗供着了，她却狼心狗肺，把刚刚满3个月的孩子给打了。你是有多大仇多大怨呐？很快人群中就开始议论纷纷，这个儿媳妇可真狠啊！人家男方家对她这么好，她都能下得去手。这婆婆和她老公一看就不知情，这种女孩子简直白眼狼，这种儿媳妇我可不敢要。婆婆听着众人的话，开始更卖力地哭诉：老婆子，我每天伺候上下，却换得这样的一个结果。有人对着我义愤填膺：姑娘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都是一家人，你不能只顾着自己啊，造孽呀！忽然一个声音从人群中响起：女性生与不生，从来不是其他人能决定的。你们为什么都在指责这位女士？如果不是发生什么事，我想她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的。我望着对面的女人，她留着短发，非常干练，浑身上下都散发出自信与大方。在我们对视那一刹那，她对我露出了一个鼓励的微笑。婆婆听到这些，立马不淡定了：你谁呀？什么都不知道，乱说什么？自古娶媳妇不都是为了传宗接代吗？怎么到你这就是不能生什么的？大娘，现在男女平等，我们女人也可以说不。我不懂你在说什么，快走，快走！女人无奈之下准备离去，走之前对着我无声地说了2个字，我听懂了，是加油。李明看着我们你来我往的动作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。苏甜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不想好好过了是吧？我看你是好日子过多了，忘了自己本来的样子了。听到李明说的话，我内心毫无波澜。我听见了，李明显然没听懂是什么意思。你说什么听到了？你到底想耍什么花招？我听到你们一家3口的对话了，是不是很惊喜？显然李明没想到我说的是这些，有些慌了手脚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你就是在找借口。婆婆更是一头雾水。就在这时，医院保安过来了，问我们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又对着我问道：“你好，需不需要帮忙？”没等我开口，李明却搂着我的肩膀笑道：“不用了，这是我老婆，刚受了点刺激，我们这就准备回去了。”最后，我被李明和婆婆带回了家。婆婆还没从刚刚失去孙子的打击中缓过来，一用力把我推倒在地，眼神中带着狠厉：“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！我家怎么对你的？我儿子怎么对你？那是我们李家的孙子，果然和你妈一样不安分。哎呦，天杀的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！”我站起来，平静看着他们母子俩：“那就离婚。”李明听到离婚时，嘴角浮起一抹笑容，婆婆却不同意，想要离婚，可以把我们家给你的彩礼还回来。我吃惊道：“彩礼不是都装修房子了？我拿过1分钱吗？就连结婚用的各种东西都是花我自己的。”我看着脸皮厚如城墙的婆婆，她是怎么心安理得说出还彩礼这件事的？真是又一次刷新了我对他们家的认知。这个家你没住吗？既然你住，掏钱装修不是应该的吗？你结婚不花钱，难道我花钱吗？现在结婚，女方都给女儿车子、房子，你家怎么没给？妈，李明打断了我和婆婆之间的争吵：“别说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我先和甜甜谈一谈。”婆婆还想再说什么，被李明一个眼神过去，最终不甘心地走了。婆婆走后，李明一脸委屈地朝我走来，他这是被鬼附身了。甜甜，你告诉我，是不是老公哪里做得不好，才会让你狠心地把我们的孩子打掉？看到李明这样，我瞬间汗毛直竖，这个人好可怕，我好像从来没有真正的认识过他。李明手指划过我的脸颊：“宝宝怎么不说话？老公说的不对吗？我这么爱你，每天就差管你叫妈了。你这样对我，你说该怎么做才能让我好受一点呢？”我嫌恶地拍开李明的手：“李明，你装什么？这里又没有观众，没人看你的表演。”李明低头一笑，语调散漫地开口道：“被你发现了，我的表现不好吗？从前你不是最喜欢这样吗？”李明彻底露出了原本的模样，一把掐着我的脖子：“苏甜，你可真够狠的呀！一声不吭就把孩子流掉，就因为我们家的那几句玩笑话吗？”我看着近乎陌生的李明：“可对，还有，是不是玩笑话？你最清楚。”李明却哈哈大笑起来：“苏甜，你还真把自己当盘菜啊！你以为你能和我结婚，是因为我自己想娶你吗？你也不看看自己，呆板无趣，连女人最基本的撒娇都不懂。要不是我妈看中了你，我打死都不会娶你这种人呢。”就算已经接受了李明一家人对我的利用，但李明的这些话还是让我心痛。你的意思是，你以前对我所做的那些都是假的？就在我感到快要窒息时，李明放开了我，他慢条斯理地擦着手，不以为意道：“不然呢？你不会当真的吧？”哈哈，苏甜，没想到你连智商都不怎么高。既然我妈不同意离，咱们就这样吧。以后在这个家，记住自己是个什么东西。也不知道我妈看上你什么了。说完，拿起手机，头也不回的就走了。自那天后，1个月过去了，每天李明早出晚归，每晚基本是凌晨才回来。婆婆来过2、3次，虽然没有上次那样的态度，但每次都会冷嘲热讽：“什么我儿子娶了你是你的福气，什么我劝你这1个月好好把身体养好，或许这才是他们一家本来的面目。”再说李明，最近我发现他好像恋爱了。上次我就发现有点不对劲，却没有往这方面想。现在想来，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。这天晚上，我听见有开门的声音，看了看时间，11:56，真会卡时间啊。我走出去一看，没见着人，只听见浴室里有水声，应该是洗澡去了。
我拿起她掉落在地上的衣服，凑近一闻，果然还是那一抹熟悉的香味。这已经是这个月第3次闻到这一种香水味了。我拿起李明的手机开了锁，他的密码很简单，123258。以前我还嫌弃怎么会有人用这么简单的密码，现在却有点庆幸了。毕竟太难，确实需要一些时间。我快速地找到了最新的聊天记录，有个最新的记录，头像是大卷发，红唇，一身性感的连衣裙，一个25岁左右的女人，大卷发，红唇，一身性感的连衣裙，确实很女人。我看了看我身上的卡通睡衣，明明哥，今天你能出来吗？我好想你呀，明明哥，你果然是最爱我的。你家那个黄脸婆到底打算怎么办？月儿，你再等等，我努力说服我妈，一定会娶你。但是我不想在酒吧上班了，我想和你每天在一起。看到这些，还有啥不清楚的？李明确实恋爱了，但是他现在搞不定他妈，不如我帮他一把。我设置了 iPad 同时登录，看看他们下次见面是什么时候。李明出来时，我已经回屋了。我们现在分房睡，彼此如同陌生人。周3这天 ，iPad 提示发来消息，这个月儿给李明发来今天晚上见面的邀约，见面的地点是一家酒店。我看了下时间，正好可以赶过去。我提前在那家酒店附近蹲点，等待夜幕降临。晚上7点半。李明搂着一个女人，有说有笑地朝酒店走去。我快速拿起手机，开始拍下证据。女人比照片中的显老一点，但胜在身材好。看着他们进了酒店，我长吁一口气。等他们进去将近20分钟后，我拿起手机打了一通电话：“你好，是110吗？我要举报。”打完电话，我快速回到家。如果不出意外，婆婆会回来找我，毕竟我是李明名义上的妻子。半个小时后，婆婆敲开了我家的房门。开门后，我惊讶地看着婆婆：“妈，这么晚您怎么过来了？”婆婆却顾不得和我掰扯，只是拉着我：“走，你和我去趟警察局，明明被抓进去了，你去给做个证，就说是你的远房亲戚，都是误会。”我有些糊涂，妈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怎么听不懂？李明到底怎么了？怎么去了警察局了？婆婆对着我不耐烦道：“让你去你就去，哪那么多废话？快去换衣服跟我走。”到了警察局，已经是半个小时后，我了解了具体情况。我打完电话后的20分钟后，警察赶到，将2人带回。李明见了我和婆婆，满脸羞涩，又迅速低下了头。倒是那个叫月儿的女孩子一脸无所谓的表情。婆婆见此状况，吓得腿一软，眼看就要跪下来，被我一把扶住：“妈，您别吓我呀，您没事吧？”找了把椅子坐下来后，婆婆缓了缓，就要求我：“你去告诉他们，那个女孩是你的妹妹，一切都是误会。”我表现得惊讶又无措：“妈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虽然我相信李明没有错，但我不可以撒谎啊！”婆婆握着我的手，低声下气道：“甜甜，你就帮李明这一次，看在我们曾经对你那么好的份上啊，还敢提曾经？”我略微思考，也不是不行。婆婆露出欣喜的目光，我就知道甜甜你心最善，你放心，等李明出来，我一定要他好好对你。妈，您别着急呀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想让我帮也可以，给我10万块钱。这件事过后，我和李明离婚。婆婆立马大声惊呼：“10万？你咋不去抢呢？”周围人朝着我们这边看过来，一名女警官过来问我是不是需要帮忙。我笑着客气回复：“不用了，谢谢您，这是我妈。”我们娘俩说着玩呢。那名女警官走了之后，婆婆一脸要吃人的表情看着我：“苏甜，你真敢要啊！亏我还以为你心善呢。
您别说这些，原来是我傻，我总不能一直被你们利用吧？10万块钱您掏不掏？不掏您儿子就拘着。婆婆最后答应了我的要求，等李明出来，我立马给你。不行，得先给我转账。李明他们出来后，听说他妈花了10万，立马心疼道：“您疯了，给他那么多钱，我早就想和他离了，就是您一直不让，现在好了，还让他坑走10万。”李明似乎想到什么，又对着我得意：“苏田，别忘了我们还没有离婚，你拿着钱也没用。”我灿然一笑，举起手机，这里面有你在外面找女人，还有在医院打我的视频。如果你不和我离婚，我可以走法律程序。到了法院，你试试法官会不会判我们离婚。李明做事就要过来抢手机。苏田，你太卑鄙了！我看着气急败坏的李明，你抢了也没用，我有无数个备份。说起卑鄙，谁能比得过你们家呢？老公，旁边的月儿听到我们要离婚，立马搂着李明：“李明哥，你说过要娶我的。”李明嫌弃地推开月儿：“还娶你？不是你，我能这样？你哪凉快哪待着去！”婆婆更是指着月儿破口大骂：“都是你这贱人，害得我儿子进了警察局，赶快滚！也不看自己什么德行，还想我家的门！呸！”月儿掐着腰，扫视着李明：“切，就你儿子这样，老娘还不愿意呢。3分钟。”哼！月儿说完，朝着我眨了眨眼，扭着屁股走了。李明脸被气得通红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我和李明第2天就办了手续，冷静期30天，从民政局出来。李明还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。苏田，冷静期30天，我希望你好好考虑，我愿意给你1次机会，咱俩好好过。我骂了句神经病，转身走了。我租了一间小公寓，准备先出去转一转。刚经历一段失败的婚姻，我需要去外面缓一缓心情。临走时去了我爸那一趟，告诉了他我离婚的消息。我没告诉他我怀过孕的消息，我怕他会找李明一家的麻烦。我是怕我爸吃亏，毕竟我妈那事上他已经栽了跟头了，不想他50多岁的人了，还要为了我再去干傻事。为了李明那一家人也不值得。我爸听了我离婚的消息，脸上也没太多表情，就是叹了一句：“离了也好，爸爸不知道你们到底是因为什么，想来你也是不开心的。没事，离了就离了，有爸在呢。”我在外面转了快1个月的时间，回来后冷静期一到，我就和李明扯了离婚证。结婚到离婚我用了不到2年时间，半年后我重回职场，还是老本行，和李明也会不可避免的见面。但是李明好像这半年了，变得越发苍老，没有了往日的精气神。当然，这是我的同事告诉我的，我现在都懒得再看他一眼。一个周末，我和一个同事正在逛街，他就是介绍我和李明认识的媒人。我们最近又重新联络起来。他说他一直不好意思联系我，觉得是他的错，没有看清人，把这样的一个人介绍给了我。我并没有埋怨他，要说错那也是我自己造成的，是我自己识人不清。逛完街，我们在星巴克里坐着，同事和我聊起了最近圈内传的一个瓜，这个人竟然是我的前夫李明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李明妈就是我那前婆婆去菜市场买菜，因为2块钱和老板吵了起来，非要说老板称有问题，就这样双方各执一词，互不相让。老太太眼看吵不过，就把休息在家的李明喊了来。李明看到自己的老妈受了欺负，顿时怒上心头，随手拿起水果刀刺向了老板。最后听说那个老板重伤了，现在还在医院。李明因为故意伤人进去了，还赔了不少钱。你这前婆婆也是有趣，为了2块钱，
把自己的儿子给害了。我看呐，他们家就是心眼太多了，害人害己。幸好你早早就离开了这种人家，还真是。但令我没想到的是，李明竟然那么冲动。同事又哀哀叹了一句，还真应了那句话：天道好轮回，苍天绕过谁？可不是。我笑着拉起同事，走，今天姐姐高兴，买个LV的包包奖励自己。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。婆婆是力士集团的董事长，开早会时忽然脑出血，我赶紧拨打120，与死神争夺黄金抢救时间，却不想救护车经过红星路十字路口的时候，遇上了红灯。前面停着一辆等待红灯的迈巴赫，任由救护车的鸣笛声响个不停，就是不肯让路。我一眼认出那熟悉的车牌号，是我老公厉锦川的车，赶紧给他打电话：老公，快让开，救护车上躺着的是你妈，她突然脑出血，再不让就要错过黄金抢救时间了。我以为厉锦川听到这话一定会立刻让路，不曾想电话里却传来厉锦川出国白月光夏圆圆的声音：顾桑榆，你有病吧？我不过是刚回国，想和老同学叙叙旧，并没有想和你抢男人的意思。你何必如此恶毒，非要说救护车上躺着的是锦川的妈妈？再说现在是红灯，你让锦川怎么让？还有30秒就绿灯了，就不能再等等？又不是急着去投胎。我气得快要心肌梗死。你是白痴吗？让救护车是不扣分不罚款的，不让路才会被罚款，而且是锦川他妈的命重要，还是扣分重要？我们家缺罚款这点钱吗？救护车上的医护人员心急火燎地催促我：你不是说前面那辆迈巴赫是你老公的吗？赶紧叫他让路啊！病人出血量很大，必须立刻送往医院做手术，一旦错过黄金抢救时间，大罗神仙也救不了。他还想不想要他妈活了？可是电话另一端的厉锦川却以为我在撒谎，根本不信婆婆命悬一线。夏圆圆还在振振有词地跟厉锦川分析：别听你老婆的，让路闯红灯一定会被扣分。虽然走申诉可以取消扣分，但谁有那个时间去走申诉？尤其像你这种每分钟能够挣几万的继承人，时间就是金钱，反正只有几十秒，等等就过去了，可以给自己省很多麻烦。桑榆这么急，不惜诅咒你妈来逼你让路，该不会车上躺着的真是桑榆的前男友陆影帝吧？我刚刚不是跟你说了吗？热搜爆料，就在10分钟前，陆影帝在附近拍戏发生意外，后面那辆车子里躺着的十有八九是陆影帝。顾桑榆为了救陆影帝，不惜诅咒你妈脑出血。景川，你老婆太恶毒了，千万别让！我脑袋嗡的一声，原来厉锦川以为救护车上躺着的是我前男友陆恒，难怪不肯让路。我说呢，他一个吃喝不愁的二世祖，怎么会担心被扣分？他的时间根本不值钱，厉锦川根本没有做继承人的能力，他对管理公司一窍不通，只会飙车、泡吧、打游戏。婆婆正是觉得他烂泥扶不上墙，才会千挑万选具有丰富管理经验的我让我做她儿媳妇。婆婆一面希望我能力越强越好，一面又害怕将来她不在了，厉锦川会镇不住我，所以特别注意养生，说要活到100岁，让我赶紧给厉家生个男孩，将来把家业都交到孙子手里。可是现在他的儿子却开着他挣钱买的迈巴赫，阻拦他的救命之路。我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，只能对着电话大吼：厉锦川，你再不让，你妈就要死了，到时候你可别后悔。厉锦川却像是被夏圆圆降了人头，油盐不进，吹着口哨，语气轻松：
顾桑榆，你少骗我，我妈身体好着呢，这么想救你前男友，我偏不让。你等着给姓陆的收尸吧，救护车司机都要碎了。前面那个脑残真的是你老公，都已经绿灯了，他为什么还不让开？车上的医护人员也10万火急地看向我，病人出血量很大，必须立刻送到医院进行抢救，快跟你老公说明严重性啊！再不让开，真的来不及了。他到底是不是病人的亲儿子？是亲儿子，所有人都不看好他，偏偏他也不争气。我看看被无情挂断的电话，又看看昏迷不醒、命悬一线的婆婆，在心里说：妈，你可一定要撑住，千万别死，否则我很难保证自己不会野心膨胀，在您死后将厉锦川踢出局，独霸厉氏集团。你说过的，女人一旦尝到了权力和财富的滋味，很难不上头。我经不起诱惑的。夏媛媛恐怕早已信了我的话，知道救护车上躺着的是你，才会蛊惑锦川不要让路。她想要你死，一旦你死了，就再也没有人阻止她和锦川在一起了。当年就是婆婆阻止她和厉锦川在一起。夏媛媛空有美貌没有能力，婆婆看不上她。婆婆曾说，我儿子是个扶不起的阿斗，儿媳妇就必须找个有能力的，否则将来偌大的家业怎么办？婚后你不用管锦川的私生活，只要专心跟着我，学习怎么管理集团。我会把你当作接班人来培养，将来你再给厉家生个儿子，我们一起培养好下一代。夏媛媛八成以为婆婆一死，她就能蛊惑厉锦川跟我离婚，把我扫地出门。到时候她嫁给厉锦川做富太太，走向人生的巅峰。可惜她也太不起我了。若是婆婆真不在了，我一定会把两人告到把牢底坐穿，替婆婆报仇，然后接管婆婆的所有产业。砰的一声巨响，救护车司机直接撞开了拦路的迈巴赫，还求生欲很强，和我说：千万别叫我赔钱，就是把我卖了，我也赔不起迈巴赫的修车费。我可是为了救你婆婆才撞迈巴赫的。俗话说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我赶紧说，不会叫你赔，谢谢你，司机大哥。救护车司机松了口气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却不想，救护车司机刚撞开我老公的迈巴赫，风驰电掣地往医院赶，厉锦川就追了上来，在城市街道上疯狂上演追逐战。厉锦川的车技有多好，我是知道的，他以前经常玩赛车，被圈内人称作神车手。他若是诚心阻挡，救护车司机根本绕不过他。果然，迈巴赫各种骚操作，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挡在救护车前面。我不得不再次拨打厉锦川的电话，这次我选择的是视频通话。只要厉锦川能够通过视频看见躺在救护车里命悬一线的是婆婆，他一定会让路的。可是厉锦川不接电话，我打一个，被挂断一个，我再打一个，依旧被挂断。我继续打，他的手机直接关机。救护车上的仪器滴滴滴响个不停，几个医护人员正在全力抢救婆婆。我坐在旁边，看着那个将厉锦川一手养大的女人，她是个女强人，也是单亲妈妈。厉锦川的爸爸在他5岁那年就去世了，留下偌大的家业和孤儿寡母。厉锦川一直跟我说，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就是我妈。假如有一天我妈得了什么需要换肾换肝的病，让我不要阻拦，我就是不要自己的命，也要救我妈。可是现在，他妈只是需要他让路，如此简单，他却做不到。一种荒诞的无力感从心底油然而生。医护人员面对滴滴滴响个不停的医学仪器，急得都要哭了。该死，脑桥
也出血了，出血量大于5毫升，不能再拖了。司机，再快点，不然病人真的没救了。救护车司机握紧方向盘，后背全湿了，扯着嗓子喊：过不去，完全过不去！开迈巴赫的那个王八蛋车技太好了，他绝对是故意的。不过马上就要到医院了，还差最后一个路口，再坚持一下。等到了医院，我一定要报警告他。终于，救护车过了最后一个路口，马上就要到医院了。前面的迈巴赫大概也知道没办法继续阻拦了，一脚油门，消失在街道上。救护车司机骂了一句：畜生，你婆婆生她，还不如生个叉烧。我盯着昏迷不醒的婆婆，发现她眼角有泪，也许她听得见，那她此刻的心得多寒冷啊！我握紧婆婆的手：妈，别怕，马上就到医院了，你一定要撑住。救护车以最快的速度冲向医院脑卒中绿色通道，早有医护人员在车外等着，等车子一停稳，就把婆婆抬下车，飞奔着送往手术室。可惜还是晚了。做抢救的医生遗憾地告诉我：对不起，我们已经尽力了，若是能提前2分钟送来就好了，就差2分钟，说不定我们就能把人抢救回来。但现在你节哀，快通知家里人，安排后事吧。我身体踉跄站不稳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只剩下医生说的那句：就差2分钟。那2分钟是被厉锦川故意耽误的，是他害死了他妈。我的眼泪一瞬间落下来，颤抖地拿起电话，再次给厉锦川打过去。我想告诉他：你妈死了，被你害死的，你现在满意了吗？可厉锦川的电话依旧关机打不通，我只能打给婆婆的助理，让她来医院帮忙处理婆婆的后事，同时给闺蜜陈青青打电话，让她帮我办一件事。你说什么？你婆婆被你老公和夏媛媛害死了？她是疯了吗？竟然阻止救护车？那她现在知道救护车上的是她妈妈吗？知道自己一时冲动害死了这个世界上她唯一的依靠吗？我无力地靠着医院走廊的墙壁。厉锦川还不知道，现在8成正在和夏媛媛花前月下呢。青青，帮我造势。我知道你们搞媒体的，一定有自己的渠道，以最快的时间帮我弄到沿途的监控。我要让全网都知道，是厉锦川百般阻挠救护车，婆婆才会错过最佳抢救时间。我还要让董事会知道，是厉锦川这个不孝儿害死了婆婆，让董事会对厉锦川彻底失望。陈青青一秒听懂我的意思：桑榆，你要现在搞厉锦川？我知道婆婆刚死，我不应该这么快对厉锦川下手，但我心里太恨了，恨婆婆生了这个叉烧，也怕自己出手不及时会错失先机，将来被夏媛媛蛊惑厉锦川，将我扫地出门。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婆婆一直教我，凡事先下手为强。此刻我的心无比冷酷，此时不搞她，何时搞她？难道要等她和我离婚，把夏媛媛娶进门的时候？婆婆既然有心让我做接班人，我就不能辜负她的重托。从今以后，我要完全接收厉氏集团。厉锦川是我面前最大的拦路虎，那就踢飞他。陈青青跟我打包票，你说的没错，刻不容缓，我立刻去办，保证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，送他下地狱。交代完陈青青，挂断电话不久，婆婆的助理老徐来了。老徐是陪着婆婆打江山的元老，这些年一直默默守护着婆婆，至今未婚。我知道老徐暗恋婆婆，把婆婆的命看得比她自己的命还要重，所以老徐一到医院，我就道出了实情。我双手捧着脸，一边说一边流泪。医生说本来可以救的，偏偏救护车在路上被人各种阻拦，
耽误了最佳抢救时间。医生说就差2分钟。老徐身体踉跄，老泪纵横，怒火中烧。是谁？是哪个王八犊子？老子宰了他！等的就是这句话。我难以启齿地说：是，到底是谁？你快说！我气得大哭。是厉锦川。当时我看到前面拦路的迈巴赫是锦川的，赶紧给他打电话，叫他不要拦着救护车。我跟他说车上的人是婆婆，可是夏媛媛也在车上，煽风点火，说我骗人，叫厉锦川不要信，还蛊惑他一路阻拦救护车。我怀疑夏媛媛是在报复婆婆当年拆散她和锦川，故意拖延婆婆的抢救时间。可惜锦川宁愿信她的话，也不信我的话。救护车上的所有医护人员都可以给我作证。说完，我呕一声，干呕不止。老徐问我：“你怎么了？”我摇摇头，把手放在肚子上，没事。老徐何等聪明，从我的肢体语言就猜到了8分。他瞪大眼睛：“你怀孕了！”我又哭了，眼泪不停地落下来。本来想告诉婆婆这个好消息的，没想到婆婆一直希望我早点怀孕，为厉家生个男孩。可惜她再也看不到了。这个孩子来的意外，我本来不想要的，但现在却万幸孩子的到来。只要我有了厉家的种，厉锦川这个二世祖还在不在，已经不重要了。我相信以老徐对婆婆的深情，绝对不会放过害死婆婆的人。就算之前还有所顾忌，但我有了孩子后，他就再无后顾之忧了。果然，下一秒，老徐就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了一句话：“小顾总，你的福气还在后面呢，你一定要好好养胎，生下这个孩子。这也是锦绣一直以来最期待的。”锦绣是我婆婆的名字。我在老徐的眼底看到了为婆婆报仇的决心，我的心彻底稳了。厉锦川，此刻正在陪夏媛媛花前月下的你，要拿什么和我斗？后来，我和老徐一起安排婆婆的后事，把婆婆的遗体送到殡仪馆。火化前，老徐说必须通知厉少过来见董事长最后一面。我红着眼眶说，我在救护车上给他打了无数电话，想叫他不要阻挠救护车，给婆婆让出救命通道。可能他嫌烦，直接关机了。现在我怎么都联系不上他。这时候，陈青青给我打电话，叫我看夏媛媛的微博。3分钟前，夏媛媛在微博上发了一条动态，配上顶级江景餐厅的夜景图，还有2只手对对碰的高脚杯。这世间最美好的，莫过于久别重逢，发现你心里依旧有我。无论是图片还是文字，都异常刺眼。但此刻，我只想笑。我把手机递给老徐看，我大概知道锦川在哪了，可以给饭店前台打电话联系他。老徐看了一眼手机，眼底是浓浓的失望，应该也已经认出端着高脚杯的其中一只手是厉锦川的。他眼底闪过一丝杀意，语气很重地说：“算了，他不配，直接火化吧，别让他脏了锦绣的轮回路。”我眼神悲伤，心灰意冷地点头。好。这时候，网上的舆论已经发酵。陈青青弄到了红星路十字路口，迈巴赫停在救护车前，安静等红灯不让路的视频，并没有提车子和救护车上的病人是什么关系。单单从迈巴赫该不该给救护车让路作为切入点，引导舆论。家人们，遇到红灯该不该给救护车上路？上午出门，在红星路十字路口看到一辆迈巴赫挡在救护车前面纹丝不动，救护车的司机急得火烧眉毛，最后撞开迈巴赫，没想到惹恼了迈巴赫。后来迈巴赫追上救护车，各种飙车骚操作，
挡在救护车的前面。抢救病人本来就是争分夺秒，有钱人却为富不仁，如此漠视生命。不知道救护车上的病人后来怎么样了，有没有被耽误抢救时间？老天保佑，希望病人没事。仇富加上迈巴赫炸裂的骚操作，如此让人愤怒的社会新闻，让视频迅速火了。网友们纷纷操起键盘开骂，普通网友还只是看个热闹，认不出迈巴赫的车主是谁。但力士集团内部很快就传开了早上救护车来把董事长拉走的事情。很多员工都知道厉景川那辆迈巴赫的车牌号，又如此醒目，集团内部的工作群全都炸了。董事长被不争气的二世祖儿子害死的消息，让人忍无可忍。员工们纷纷在群里抱怨：董事长走了，偌大的家业落到二世祖手里，难道我们以后要为这样的人扎儿子打工吗？董事长这么厉害的女强人，结局却如此惨淡，真为董事长不值。听说厉少至今没有赶去殡仪馆，跪在灵前操办后事的只有徐助理和小顾总，罢了个根。集团高管和各位股东听到消息，纷纷赶来殡仪馆悼念。果然只看到我作为家属跪在灵堂前，不见厉景川的身影。不用看我都知道，他们眼底对厉景川的失望有多明显。他们对厉景川越失望，对我将来全盘接手厉氏集团的局面就越有利。我巴不得厉景川继续和夏圆圆花前月下个3天3夜，千万别反应过来。这时候，口袋里的手机响起，我看了一眼手机屏幕，竟然是厉景川。他终于知道自己害死了婆婆，打电话问我灵堂在哪了，却不想电话里传来厉景川幸灾乐祸的声音：听说人送到医院，没抢救过来。顾桑榆，你也别太伤心了，不过是个不值钱的前男友。我故意气愤的大吼，声音足以让整个灵堂的人都听得见。厉景川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那是你妈，是生你养你的人，她被你害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医生说，如果能够早2分钟送到医院就好了，就差2分钟，那是被你生生阻拦的2分钟。你这个不孝的畜生！大概是我的声音太悲愤，厉景川的语气终于慌了。你当我傻吗？你到现在还想骗我？你再诅咒我妈试试！顾桑榆，我告诉你，就算你病死，我妈也不会死。她说过的，她会长命百岁。老徐走过来，一把夺走我的手机，对着电话厉吼：畜生，滚到城西殡仪馆来！来你妈的遗像前跪着赎罪！我不知道厉景川是怀着怎样的心情赶到殡仪馆的。他走进灵堂的时候，所有人看他的目光都充斥着无法掩饰的愤怒和失望。厉景川盯着婆婆的遗像，同样惊愕到了极点。他依旧不信，不肯接受这个现实。踉踉跄跄冲到我的面前，抓着我的手臂，想要将我拉起来。他声音颤抖地吼：你在干什么？谁让你给我妈布置灵堂的？谁允许你跪的？我妈还没死呢，我妈不可能死，我妈怎么可能会死？她明明告诉我，她会长命百岁，让我一辈子过我想过的生活。骗子，都是骗子！我不信。我妈呢？我妈在哪？我指着灵堂上婆婆的骨灰盒，无力地开口：你看不出来吗？婆婆在这。厉景川抬手，狠狠给我一巴掌。你再说一遍试试！我顺势倒地，捂着肚子，眼眶通红的低吼：我告诉你多少遍了，救护车上躺着的是妈妈，她在早会的时候忽然脑出血，每一分每一秒都耽误不得。可是你不信，宁愿被夏圆圆蛊惑，像个傻子一样各种阻挠救护车。当年婆婆阻止你和夏圆圆在一起，夏圆圆有多恨婆婆，有多想要婆婆死，
偏偏你最愚蠢，被夏媛媛当枪使。若不是你一再阻挠救护车，妈妈根本不会死。现在妈妈死了，死在你的愚蠢和恋爱脑上，你满意了吧？”我盯着厉景川，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愤怒。我是真为婆婆不值，怎么生了这么个叉烧？老徐担心我肚子里的孩子，扶我起来，挺身而出，站在我的前面，指着厉景川，跪下。厉景川不跪，大概是受到的刺激太大，无法承受现在的后果。他走到骨灰盒前，拿起来重重地砸在地上。你们谁说的话，我都不信，这不是我妈。休想拿一堆灰骗我！我现在就回家去找我妈，我妈一定烧好了饭，在家等我。不然怎么说慈母多败儿？婆婆这样的女强人，每天下班还会亲力亲为给儿子下厨做饭，就因为厉景川说保姆做的饭都没有婆婆做的香。厉景川什么都不行，唯独嘴巴甜，几句甜言蜜语就能哄得婆婆为她做牛做马。可从今以后，再也不会有人惯着厉景川了。老徐看到婆婆的骨灰洒落一地，那是她用尽一生守护的女子，死了都不得安身。老徐哪里还能再忍下去？他气得浑身发抖，所有愤怒化作一记铁拳，狠狠朝厉景川的左脸砸去。厉景川被打懵了，踉跄倒退几步，站不稳。老徐，你疯了！你竟然打我！他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老徐。这些年，别说揍他，老徐连一句重话都很少说。在厉景川看来，老徐就是厉家最忠心的狗。现在忠狗竟敢打主人，这是想造反。老徐一脚踹向他的膝盖窝，逼得厉景川扑通跪地，然后摁着他的肩膀，不许他起来，凄厉怒吼：“对，没错，我就是疯了，才会容忍你这个小畜生到现在。小顾总，报警！现在就报警！杀人偿命，就是亲儿子也不应该法外开恩。我当然不会做这个恶人，哪怕我巴不得把厉景川送进监狱，好名正言顺地接手婆婆的一切。”我哭着劝老徐：“你冷静，景川是婆婆唯一的儿子，婆婆在天之灵。”老徐打断我的话：“你不报警，我报警。不把这小畜生送进监狱，锦绣只会死不瞑目。”我在心里默默给老徐点赞。5年前，我远在国外留学，忽然在小学同学群里看到一则消息：我的童年玩伴梁月在下班路上骑着小电驴被一辆跑车撞飞了。如果及时送到医院，还是有救的。但跑车车主却选择倒车，在梁月身上进行2次碾压。事后还说撞伤不如撞死。这件事之后，跑车车主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，反而让家里花钱摆平。梁月出生在重男轻女的家庭，家里还有个弟弟，他爸妈拿到100万死亡赔偿金，还有一套装修好的房子，正好可以给弟弟结婚用。梁家选择息事宁人，可是我久久不能释怀。我从小不合群，遭遇校园霸凌，是梁月挺身而出保护我。我永远记得，在我最孤立无援的时候，是梁月朝我伸出了希望之手。后来，我查到跑车车主是厉氏集团金光闪闪的太子爷厉锦川，偏偏厉氏集团的董事长是赞助我出国留学的资助人。厉氏集团每年都会资助学习好、能力强的学生，帮助他们完成学业，但将来要来厉氏集团上班，回报资助之恩。于是，我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学业，回国进入厉氏集团工作。漂亮的容貌和出色的工作能力，很快被婆婆看上眼。她安排我和厉锦川相亲。厉锦川虽然嘴上说心里只有白月光夏媛媛，但男人哪里管得住下半身？尤其陈青青还对外放出消息，
娱乐圈巨星陆恒是我前男友，我对厉锦川不屑一顾，满心满眼都是陆恒，彻底挑起厉锦川的征服欲。他热情地追求我，不把我娶回家誓不罢休。因为婆婆说，只要他把我娶回家，就给他多少个零，以后再也不管他在外面如何胡闹。我顺水推舟，嫁给了厉锦川。婚后才知道，厉锦川开车撞死梁月的时候，车子里还坐着夏媛媛。就是夏媛媛建议厉锦川，既然发生车祸撞了人，不如撞死一了百了。事发后，婆婆为厉锦川摆平了撞死人的事情，以雷霆手段逼得两人分手，把夏媛媛逼出了国。可这远远不够，害死梁月的凶手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我本想图图徐之，没想到两人这么能作死。我不过是偷偷放出怀孕的消息，夏媛媛就迫不及待赶回国，还误打误撞阻拦婆婆的救护车，造成今天的悲剧。机会都摆在面前了，我当然要抓住，送这两人去踩缝纫机。厉锦川作为二世祖，鬼知道他这些年干了多少被婆婆花钱摆平的事情。这些见不得光的恶事，老徐肯定都是知情人。只要老徐想要为婆婆报仇，把那些罪证翻出来，厉锦川恐怕得把牢底坐穿。老徐报了警，警察很快赶到，将气急败坏的厉锦川带走了。我从殡仪馆走出来，发现夏媛媛坐在厉锦川的车子里，抬步朝他走去。夏小姐，请下车，这是我丈夫的车，属于我们夫妻共同财产，与你无关。夏媛媛坐在副驾驶座，纹丝不动。她盯着我身上的丧服，我没有错过她眼底一闪而过的兴奋。夏媛媛假惺惺地掉眼泪。当时救护车上的病人真的是锦川的妈妈吗？她真的死了？我站在车外不说话，夏媛媛的眼泪掉得更凶了，一边哭一边说：“我不知道，如果知道，我肯定会劝锦川不要意气用事的。不过你怎么能在这时候报警，把锦川抓起来？锦川是他唯一的儿子，应该留下来守灵。将来偌大的厉氏集团，还要靠锦川撑着。”我好笑，但没有笑。杀人偿命，就算是亲儿子，也不能法外开恩，否则要法律干什么？夏媛媛顿时怒目道：“你少吓唬人！我查过了，不礼让救护车造成人员伤亡，处以机动车驾驶证扣分，并罚款200元至1000元不等，根本不至于杀人偿命。何况那是亲儿子。”我叫人把夏媛媛从车子里拽出来，冷笑：“夏小姐，多读读法吧。何况你以为只有这一重罪吧？只要老徐肯交出过往的罪证，你们俩谁都跑不掉。”这时候警察走过来：“夏媛媛小姐，我们接到报案，你涉嫌谋杀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”夏媛媛强作镇定：“不关我的事，是锦川非要阻拦救护车。”我一直在副驾驶座劝他冷静。警察说：“你涉嫌的是另一起谋杀案，有人举报，5年前你教唆厉锦川谋杀一位叫做梁月的受害者，请配合我们回去接受调查。”夏媛媛终于慌了：“不，我没有，放开我，你们放开我！”我看着夏媛媛拼命挣扎，最后还是被警察戴上了手铐。果然，老徐一出手就蛇打7寸，叫夏媛媛再无翻身的机会。姜还是老的辣。再次见到厉锦川是在3天后，看守所里，我给他带来换洗的衣服，看他胡子邋遢，精神萎靡。到现在，厉锦川依旧不肯接受现实，眼神卑微地祈求我：“顾桑榆，求求你告诉我，当时救护车里躺着的真不是我妈？”我把公司内外的监控保存了下来，递给厉锦川看。婆婆是如何发病，如何被抬上救护车，视频拍得清清楚楚。
心里最后一丝希望断了。厉锦川像受伤的野兽，凄厉的嘶吼：“啊啊！”他不停地拿头撞桌子。我干了什么？我到底干了什么？都怪夏圆圆，是她误导了我。这时候倒是会推卸责任。我在心里冷笑，他自己又是什么好鸟？我坐在厉锦川的对面，平静地看着他发疯，告诉他：“我给你打电话，一再告诉你，救护车上躺着的是妈妈，可是你不信，一再阻挠救护车。当时婆婆已经陷入昏迷，但她的眼角不停地流泪。她应该是听得见，却醒不过来。她知道是她的亲生儿子，断了她的求生路。”厉锦川痛苦地抱着头，似喘不过气来。“啊，别说了，求你别说了，妈，妈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他颤颤巍巍地跪在地上，对着城西殡仪馆的方向不停地磕头，哭得泣不成声，后悔不已。可惜肠子都悔青了也没有用，这个世界上再也不会给他撑起一片晴天的婆婆，也不会有人给他做错的事情兜底。集团里所有人都不喜欢他，他失去了人心，也失去了一切。我冷眼看着他，讽刺：现在说对不起还有什么用？你就待在牢里，好好为妈妈负罪吧。放心，我会替你守护好妈妈留下的家业。我无视他痛苦的表情，慢慢走出看守所。陈青青坐在看守所外的车子里，朝我抬了抬手中的平板。等我走近后，陈青青把平板递给我看，屏幕上热搜前几条都是有关厉锦川的。迈巴赫阻拦救护车后续来了，车主竟然是病人的亲儿子。厉锦川有前科，5年前撞伤路人，2次碾压致人死亡。夏圆圆说，撞伤不如撞死。厉董事长火化时，厉锦川在陪夏圆圆共度午餐。厉锦川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罪行。我对陈青青竖起大拇指，他发动车子，问我厉锦川和夏圆圆什么时候能被判刑。我说，不会超过3个月。老徐亲自提供的证据，铁针入手，而且没人愿意救他。陈青青吐了口恶气，等他们判刑后，我们一起去给梁月扫墓。好啊，梁月是我的小学同学，也是陈青青的初中和高中同学，我们心里都有共同的目标，现在成了最好的闺蜜。陈青青问我，现在去哪？去厉氏集团巡视我的疆土。负面新闻爆出来后，厉氏集团股票大跌。我作为婆婆培养的接班人，临危受命，下午要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宣布接班，会让厉氏集团度过这次难关。从此，厉氏集团将正式进入我的时代。3个月后，也就是婆婆去世100日那一天，法院开庭宣判厉锦川数罪并罚，被判无期徒刑；夏圆圆教唆杀人成立，被判有期徒刑10年。从法院走出来，我和陈青青去了一趟墓地，给梁月上香。梁月，我和青青为你报仇了。本以为报仇最少需要7年，没想到厉锦川和夏圆圆自己作死，这一定是你在天有灵。至于包庇厉锦川的厉董事长，也就是我婆婆，她也不得善终，死在自己的亲儿子手里。你可以安息了。从墓地回来，我去了厉氏集团，挺着大肚子从1楼大堂穿过的时候，路过的员工纷纷对我颔首：“董事长好，董事长好。”我一一点头，乘坐电梯来到最高楼，董事长办公室。没错，从今以后，我是厉氏集团新一任董事长。站在董事长办公室大大的落地窗前，看着楼下的车水马龙，难怪那些男人都要不择手段地往上爬。站在这至高无上的地位，俯瞰芸芸众生，就连我都觉得心里忍不住野心勃勃。这时候，口袋里手机响起，
是前男友陆恒发来的消息。今晚你有空吗？想约你吃饭。抱歉，你得和我的秘书提前预约，而且约了我也未必有空，我很忙。我记得高中的时候，陆恒跟我说一句话，我都要激动半天。现在他主动约我，我却毫无兴趣。我知道他想要拿下力士集团下个季度的代言，走后门是不可能的。美色对我没用，女人一旦尝试过权力和金钱的魅力，可以对其他一切退魅。